女娲娘娘法力无边，一手托付洪荒世界，双目贯穿日月星辰，乃是三界六道的主宰之一。可这么强大的一位女神，你知道她的4位女弟子都是谁吗？最后一位就连如来佛祖都不敢惹。众所周知，神话中的大能都喜欢收徒，三清祖师的阐教截教，西方二圣的西方教，都是因此应运而生。哪怕是高高在上的圣人，也不可能事事亲力亲为。女娲乃是创世神一级别的存在，无论是造人还是补天，都对洪荒世界产生了巨大贡献。天道一直对其青睐有加，敢于针对他的都会受到攻击。可即便无敌天下，寂寞也是一种痛苦。于是女娲便有了收徒的念头。4大弟子第一位白素贞，是不是很意外？身为和猴子哪吒一样流传广泛的神话故事，青城山下白素贞简直是家喻户晓。法海的大威天龙更是经久不衰，2条蛇精为了报答前世恩惠，来到人间历练红尘，甚至还曾到天庭偷仙丹。一旦涉及了这些神仙，那么这事就非同凡响。无论是封神还是西游，背后都有着无数顶尖大能的算计。猴子成佛，杨戬哪吒封神，这些都在圣人们的算计之中，都是一方方大势力的博弈。白素贞自然也逃不过这个套路。法海身为佛门新生代顶尖弟子，未来注定成为金身罗汉，菩萨果位也不是不可能。这种角色自然不可能顺风顺水，那是必须安排一下劫难。金蝉子作为佛祖弟子，都逃不了这个宿命，法海就更不用说了。而白素贞身为主角，背后自然也有不亚于佛门的背景。女娲娘娘本人就是半人半蛇，白素贞身为蛇妖得到青睐自然很正常。另外，白素贞的父母也不是简单角色，他们分别是女娲的左右护法白皙和腾蛇，法力堪比大罗金仙，有如此雄厚的背景，白素贞无论犯了什么错，最后都能给你救回来。并且女娲本来就无聊，面对同族的后人，收徒也是情理之中。4大弟子第2位九天玄女，如果说白素贞有些太弱，当不了女娲的牌面，那这位九天玄女可就厉害了，曾经直接下场帮助皇帝赢得逐鹿之战。九天玄女又称玄女娘娘，号称天界的第一女武神，是女娲的亲传大弟子。据说九天玄女诞生于混沌之中，乃南方离火之气所化，象征着玄鸟是最上之尊，开玄之祖，法力无边，神通广大，一念之间就能开天辟地。皇帝大战蚩尤，本来皇帝这一方是节节败退的，哪怕联合炎帝也是不行，因为蚩尤号称冰主，天生就是为了战斗而生，81个兄弟个个铜头铁臂，站着不动都没办法杀死。幸亏轩辕皇帝得到天神的帮助，这才勉强势均立地。要知道天神里可是有青龙白虎这样的神兽，蚩尤的可怕可见一斑。比起后来的封神大劫，逐鹿之战丝毫不落下风，各种强大的先天神魔交战，洪荒大地满目疮痍。皇帝身边的天神里，九天玄女无疑是最关键的那一个。只有首席大将应龙才能勉强争锋，皇帝毕竟是一个凡人，但到最后能和半人半魔的蚩尤大战，九天玄女这位好老师居功至伟。无敌的人皇之剑轩辕剑也是他们帮忙炼制，这把剑可不简单，虽然是后天兵器，但因为凝聚了人道之力，足以堪比上古神器。就算是开天辟地的盘古斧，在轩辕一统天下之后，这把轩辕剑也是能够匹敌。人道之力恐怖如斯，难怪各路神仙纷纷下凡帮忙，这好处可是实打实的。天道一直青睐人族，人族就会永远的兴盛不衰。九天玄女身为女娲弟子，对于师父创造的种族，自然要好好帮助，况且这其中好处也是不少。九天玄女本来就站在仙人的顶点，离传说中的圣人位子也就是一步之遥，所以无论如何也是要争一争的。毕竟轩辕皇帝在人间界堪称无敌，哪怕是圣人谋划人皇也得小心翼翼。就跟封神大战之时，殷商占据人道气域，就算是大罗金仙也不敢直接飞过去攻打，没有西岐的话就无法名正言顺，哪怕是12金仙也会功力大减，不然的话一场凡人的战斗何必那么麻烦。雷震子一招五雷轰顶，朝歌城直接灰飞烟灭。可惜这群修士即便能移山倒海飞天遁地，在太阳之上洗澡都是等闲，但面对凡人王朝也还是得一个城池一个城池攻打。由此可见九天玄女的深谋远虑。4大弟子第3位嫦娥，这个名字几乎要跟月亮画上等号。虽然原本的太阴星主是长息姐妹来着，但自从后羿射日之后，太阳上的金乌死的死伤的伤，月亮也就被抛弃了。后羿一介凡人，能够弯弓搭箭射下太阳，背后绝对有大能神仙帮助，不然这简直是匪夷所思。就连天庭里的正神面对太阳真火都无法抵抗，一个凡人就更不用说了。这么一看，嫦娥是女娲座下的弟子就很合理了，哪怕实力平平，可女娲这个等级的存在又怎么会在乎？毕竟再怎么强大也强不过他们。后羿射日被奖励不死药，原本应该是一个美好的结局，但可惜在一次外出的时候，嫦娥却被后羿的徒弟要求交出女娲所赐的仙药。为了不让后羿的徒弟得逞，嫦娥直接将仙药吞下去，
吞完后的嫦娥直接就飘到了天宫之上，从此过上了孤独的日子。这待遇也是没谁了。牛郎织女好歹每年都能见一次，可嫦娥后羿却是永别了。不过身为女娲大神的弟子，悄悄下凡应该也没什么问题。在封神大劫当中，嫦娥就曾经下凡，然后回去的时候就多了个兔子。猜猜这只兔子是谁？妲己爱而不得的男人，姬发的好大哥伯邑考，因为太过正直，不肯拜倒在妲己的石榴裙下，被恼羞成怒的九尾狐大卸八块。死后他的魂魄化作3只小白兔，在天地之间飘荡。而此时嫦娥遵从女娲的命令，神兵天将将伯邑考抱走。如此一来，两人互相作伴，在清冷的广寒宫上就不至于那么孤单。4大弟子最后一位后土，虽然九天玄女是女娲的大弟子，但要是说4个弟子里谁最厉害，那么后土自然是毫无疑问的第一，就连西方如来佛祖都不敢正面对抗。所谓皇天后土，皇天就是老天爷，代表3界至尊玉皇大帝，是明面上地位最高的人，而后土则是大地之母，代表孕育生命的大地。后土娘娘在天地开辟之初便已经诞生，仅次于伏羲、女娲这些顶尖古神。当时的后土乃是12祖物中的一员，在洪荒大地之上可谓所向披靡。12祖物一旦合体，就能重新盘古大神的伟力，就连天地都能劈开。如此强大的存在，佛道两家也不敢正面交锋。但可惜12祖物里的共工祝融是死对头，两人在不周山大战，把天都打破了，世界差点毁灭。12祖物罪恶滔天，也被天道针对，1万神魔蜂拥而上，很快就树倒猢狲散。后土身为最善良的女性祖物，在女娲娘娘的庇佑下得以幸存，成为对方的记名弟子。女娲凭借12祖物的乱子补天造人，以无上大功德成就圣人果位，一饮一啄皆是天数。后土虽然失败，但他可不是简单的角色，因为内心善良，不忍心看到生灵死后变成孤魂野鬼，便以大法力打造6道轮回，在9幽黄泉开辟阴曹地府，10殿阎罗应运而生，从此万千生灵都可以轮回转世。此时人族已经成为天地主角，6道轮回的建立让其更加稳固。有大功德的人族死后可以地府当差，这是茅山弟子为什么都喜欢斩妖除魔，因为真的有功德。而后土此番行为，恰好让女娲的地位也更加稳固，可见当场收徒也是早早就预料。后土掌控6道轮回，就算是佛祖也恭恭敬敬。女娲座下4大弟子各有千秋，你又有怎样的看法呢？本期神话故事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继续。